就此整3年，你连一张最基础的凝气符都画不出，线条歪七扭八，毫无纠缠之美，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混乱凌厉。就你这种连笔都握不稳的废物，也敢霸占着外门第一的修炼资源？大家快看他那张废纸，没有一条线条是弯曲的，全是直愣愣的方块，那叫符吗？那叫鬼画符。咱们神符宗的狗画的都比他复杂。王管事，别跟这种没有悟性的垃圾废话了，让他见识一下您那张画了整整3天3夜，用了7400根连万线购置爆炎绝杀符，让他死个明白。7400根线条，就这么个破烂玩意儿，你画了3天3夜，气息驳杂，结构崩塌，左上角的火象灵力全泄，右下角的风象线条画蛇添足，你管这团擦屁股都嫌扎手的废纸叫符？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老子今天就用这张爆炎符把你炸得连灰都不剩，给我死吧！大道至简，天地生一。今天我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万符之祖。这是什么见鬼的符文？为什么只有寥寥4笔？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不，我的灵力！你在干什么？灵力在被他吸走！我的灵力，你放开我！这不叫符文，这叫汉字。他一招废了王管事，就用了4个笔画。见鬼了，这绝对是见鬼了！那可是爆炎绝杀符啊！他怎么可能吸收别人的灵力？妖术，你用的是妖术！细看本管事的修为，现场执事堂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邪魔外道，你们所谓的符道，不过是一群连基础框架都没搞懂的涂鸦之作。画虎不成反类犬，还不允许别人教你写正楷。好狂妄的口气！我神符宗立宗800年，以繁复阵文沟通天地，以万千线条承载灵气。你区区一个外门废材，偷学了几手吸人修为的妖术，也敢大放厥词，侮辱我宗门符道正统！刘长老，你要为我做主啊！这小子不仅废了我的修为，还侮辱咱们的符箓是垃圾！苏慈，交出你刚才那种吸取灵力的秘法，本长老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否则今日这刑罚台上就是你的葬生之地。秘法？这叫华夏文明，教了你们也学不会。一群连字的结构都不懂的娃们，还妄想掌控天地法则，简直可笑！冥顽不灵！既然你找死，老夫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符道巅峰，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差距。是刘长老的本命符，3万狂风撕裂符。据说这张符一旦激发，能瞬间把一座山头削平。完了，苏子死定了！这可是3万根线条叠加的极致灵力啊！给我碎成重断！我需要验证一件事：汉字究竟能承载多大的天地法则？线条多就有用吗？没有脊梁的线条，再多也是一盘散沙。看好了，对付你这3万根乱线，我只需要一笔。我的本命符被一根直线挡住了，这怎么可能？这违背了符道常理。常理？我华夏的汉字就是这天地间最大的常理。这还不够，我前世的记忆中有着千万个汉字、成语、诗词，想要将这些底蕴全部具象化出来，我还需要海量的灵墨。你们神符宗的长老就这点水平？你。他真的疯了！他这是要挑衅整个外门所有的符道天才吗？别浪费时间，你们外门排名前10的，别一个个上了，凑个整，一起上吧。好一个狂妄的无知小儿！以为暗算了刘长老，就能在外门横着走了？赵兄，何必跟一个连伏笔都不会握的错误废话？是赵岩和风铃师兄，咱们外门的烽火双绝！好好教训这个狂徒，让他知道什么叫天地伟力。烽火双绝，就凭你们，让你们排名前10的凑个整一起上，怎么就上来2个次品？次品？苏慈，你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耗费5年心血，刻画了8万6千根阵文的渊冥地火符。我这张9幽罡风符，足足9万根阵文，风借火势，2符叠加，一共17万6千根线条的绝对灵力矩阵。17万6千根线条，听起来挺唬人。风铃，你的风象线条在第3万4千根的位置，
出现了严重折角倒流。还有你，赵岩，你的火象阵纹画得像个缠在一起的毛线球。一派胡言！风兄，别废话，送他上路。烽火无极，绝杀大阵，起！你们觉得线条画得多，力量就大？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华夏汉字真正的叠加法则：一个火视为火，两个火视为炎，三个火上一下二视为焰。不可能！我的8万根地火线条，为什么连一息都撑不住？那到底是什么结构？为什么12笔比我们稳固1万倍？因为这叫汉字，给我震！这17万根线条蕴含的灵力总量倒是不错，勉强够我塞个牙缝。这种级别的垃圾，来100个也是送死。苏慈，你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外门10强剩下8人，今日领教高招，布阵，8级狂龙布阵。32万8千根灵力线条，我看你拿什么挡？这就是你们外门最顶尖的合击，太散了，太乱了。死到临头还在装神弄鬼，吞了他！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防御结构。挡住了！他那个方块到底是什么构造？这就撑不住了。我这可连半成力都没出啊！我给你们半个时辰，把所有的本命精血灵力融合在一张最复杂的符箓，100万根线条我也接得住，我就坐在这里等。好，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凑齐10方之数，布10方绝杀大符！叶狂，那是核心阵眼，你画那么多无用的螺旋干什么？闭嘴！你这个妖孽，继续输出，不要停！55万根线条，在这绝杀大符下化为祭粉吧！55万根线条，灵气终于达标了。你以为这是山？今天我给你们看看华夏文明中什么才是真正的山树。树折，树3笔定乾坤。不，那只有3笔啊！为什么比55万根线条还要沉重1万倍？大象无形，大道至简，你们那叫涂鸦，而我这叫镇压天地之极。多谢款待。外门弟子苏慈连败10强，战力超群，即刻起晋升内门。站住！外门弟子也敢擅闯云海天门？虽然外门的钟声响了，但我们内门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钟声既响，规矩便定。怎么，神符宗的内门是靠耍嘴皮子守门的？放肆！你以为你在外门用那种妖怪的方块打败了叶狂那几个废物，就能在内门耀武扬威了？我告诉你，外门那些所谓的绝杀符，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涂鸦。他们连10万根线条的真谛都没摸透。真正的符道在于100万线条的交织，在于灵力轨道的无限堆叠。你那种横平竖直寥寥几笔的方块，在我们内门100万级的符文矩阵面前，连一张废纸都不如。陈队长说的对，你那种没有纠缠、没有嵌套的简单图案，根本不配称为符箓。内门长老有令，必须对你进行符道资格审查。想进内门可以，接下我们兄弟1人1张10万绞杀符，只要你能撑过10轮不死，我们就承认你那方块不是妖术。10轮？这怎么可能？天门守卫的符箓可是内门特供的，每一张都经过了长老的灵气加持，就算是真正的金丹期师兄，也不敢连续硬接10张啊！墨池在微微颤动。经过外门一战，我已经到了筑基巅峰的瓶颈，极其需要庞大高质量的灵气来完成金丹的凝聚。眼前这几个内门弟子体内蕴含的灵气质量，比外门那几个强太多了。1人1张，10轮测试，你们内门的人不仅画符啰嗦，连打个架都这么磨子吗？你什么意思？怕了？我的意思是你们太弱了，一个个上只会浪费我宝贵的时间。我不仅要进，还要光明正当的踏进去。既然你们对你们的100万线条那么自信，我要打10个。别藏着掖着了，请画出你们内门最复杂的、线条最多的符，100万根也好，200万根也罢，全部拿出来，让我看看你们内门的垃圾是不是比外门的垃圾包装的更精美一点。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既然你一心求死，老子今天就成全你！众守卫听令，
既然他大言不惭要打10个，那我们就让他见识一下内门真正的底蕴。结阵，画100万森罗剑御风，10万根剑纹，剑气成河；30万根剑纹，森罗倒传；50万、80万、100万，100万剑纹御锁狂龙！啊！100万根剑纹，这已经不是符箓了，这是一座真正的剑之炼狱啊！苏慈他疯了吗？为什么要给他们时间画出这种怪物？陈战，你作为阵眼，难道没发现你的线条在第80万根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死结吗？你们为了追求数量，把原本应该平行的剑纹强行扭曲缠绕，这就好比把100万把绝世好剑的剑刃互相砍在一起，看似杀气滔天，实则剑意全无。这不叫剑狱，这叫破铜烂铁回收店。死鸭子嘴硬，在100万剑纹的绝对绞杀下，你的肉身会在瞬间被切成肉泥，受死吧！剑狱降临！你们把100万根废线缠在一起，就妄图称之为剑。今天我让你们看看，真正的剑没有100万根废话，它只有最纯粹的锋芒和最完美的结构。左边为铅，斜起拳汇聚万物之锋芒；右边为枝，以微为利刀，斩破天地之桎梏。万锋汇聚，一刀两断，此字名为剑。不，这不可能，那只有击笔啊！为什么它的结构比我的100万根线条还要坚固？这不符合符道的规则。我说了，汉字的结构就是这天地间最完美的规则。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是神明的文字吗？内门，我进来，希望里面的经验包别再让我失望。苏慈，你这外门的庶子倒是真敢踏进这太极神符殿，打伤天门守卫，毁我内门100万剑阵。你可知，单凭这2条，老夫现在就能将你挫骨扬灰。挫骨扬灰？就凭你们大殿墙上刻的这些杂乱无章的线条，我本以为内门的符道能比外门高级一点，现在看来，不过是把垃圾堆得更高了一些而已。连承筑墙的符文都画得灵气冲突，这大殿没塌，纯粹是运气好。放肆！狂妄庶子，死到临头还敢点评我内门底蕴？你用的那种邪门方块，不过是取巧的妖术，在绝对的修为碾压面前，你的小聪明一文不值。不就是尝我这套永远也学不会的天道法则吗？想要可以，凭本事来拿。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你们内门的符如果还像外面那群看门狗一样缺乏逻辑，那我可是会很失望的。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老夫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内门规矩。众长老听令，开启大殿300阵法，重压万山，压碎这庶子的脊梁，让他知道，在内门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这是大长老的成名绝技，据说这阵法一旦开启，中心位置重力会瞬间暴增1万倍，用真正庞大的线条大山直接碾碎他那个单薄的方块。哈哈哈哈！苏慈，感觉如何？这300万根线条，每一根都代表着一座山峰的重量。你不是懂山吗？你不是懂结构吗？在绝对的重量面前，你的结构有什么用？跪下！300万根线条，这就是你们理解的山。把一堆泥土石头毫无章法的堆砌在一起，这就叫山了。愚蠢至极！死到临头还在嘴硬，老夫倒要看看你那几笔方块怎么扛得住我这300万山峰的重量。你们的符空有其表，山不在高没有仙则名，更在于其承载的天地气运与文化厚重。今天，我不仅要破你们的阵，更要教教你们，华夏文明中什么才是真正的群山之祖，什么才是不可撼动的威严。东岳泰山为5岳之尊，拔地通天，镇压东方之气运；西岳华山为5岳之险，奇峰突兀，如利剑刺破苍穹；南岳衡山之秀，北岳衡山之幽，中岳嵩山之峻。这是什么级别的阵纹意境？为什么它不仅有重量，还有极其恐怖的法则压制？我的阵纹线条在畏惧，他们在崩溃！不可能，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完美的结构？那5个方块字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怪物？镇压。300万根线条的灵气，质量果然比外门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内门的长老果然都是合格的高级肥料。枯木大长老，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内门规矩了吗？我刚才那几笔方块，
够不够资格在这内门立足？你赢了。神符宗立宗800年，从未见过如此霸道、如此完美的符道结构。你究竟传承自哪位上古大能？上古大能？不，我的传承叫做华夏文明。从今天起，内门的规矩我说了算。谁若不服，带上你们最复杂的符箓来找我，随时欢迎。顺便通知一声，内门藏经阁我接管了。站住！你以为靠着几手诡异的妖术，暗算了枯木大长老，就能在内门横行无阻了？长老们高在上，常年闭关，实战经验早已生疏，这才着了你的道。但我们不同，我们是内门最锋利的剑。所以呢，你们挡在这里，是准备集体给我表演一个杂技，还是打算集体给我送点营养餐？狂妄！苏慈，按照内门的规矩，每一个新进弟子都必须接受执法堂的洗礼。不管你在外面有多逆天，到了这内门广场，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就是内门的规矩。用规矩教他做人。你们这群连基础笔画都写不明白的文盲，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叠加，那就别废话了，把你们手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废纸全扔过来，我赶时间去藏经阁。既然你一心求死，那就用你的命来祭奠我神符宗的符道正统。接阵，百鬼夜行，万符归宗，放！太恐怖了！这就是内门的底蕴吗？100名天骄同时出手，这一击的威力足以把整座山头从地图上抹去。叠加，这就是无敌的叠加法则。苏子这次绝对死定了！他就算写再多的方块，也不可能当出1亿根线条的无差别轰炸。1亿根线条，1万张符箓的叠加。千珏，你们是不是对力量这个词有什么误解？你们把火符和冰符仍增加再多，反而互相抵消了30%。你们把风符和毒符缠绕，风向毒物有一半都在往你们自己那边偏。闭嘴！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技巧都是徒劳！给我碾碎他！看来你们还是觉得不够深刻。今天我给你们内门上一堂进阶课，让你们见识一下华夏文明中超越了物理元素碰撞的概念法则。这是什么妖术？我的身体为什么动不了了？空间被锁死了！不是锁死，是篡改。他用那4个方块字直接篡改了我们这片区域的空间法则。在这个金色的圈子里，我们被从这个世界上剥离出去了。大道至简，天地生一。你们神符宗的人词汇量真是贫瘠的可怜。这叫4字成语，在华夏的文化上，意味着只要我在地上画，这就是绝对的规则，这就是无法逾越的囚笼。苏慈，休要猖狂！有本事放开我们，堂堂正正的对决！用这种困人的把戏算什么本事？放开你们，千珏，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把你们圈起来，可不是为了困住你们，我只是嫌你们的灵气太散了，用这个圈子把你们压缩一下，方便我进餐。破！100名精英的灵力精华，这顿自助餐质量确实不错。吞噬。多谢诸位内门师兄的慷慨解囊，这顿饭我吃得很饱。你这个怪物，你毁了内门执法的根基。刚才有人跟我说内门有内门的规矩，现在那个定规矩的人已经躺在地上像条死狗了。所以，从现在这一刻起，这神符宗内门的规矩由我苏慈来定。第一，以后在我面前画符线条超过100根的，视为我必破之。第二，看到我写的字都给我保持敬畏，因为那才是这方天地的真理。第三，我现在要去藏经阁看书，谁若是不服，我这个人从来不挑食。苏慈，老夫听闻你在外面大闹了一场，废了千诀，还破了枯木的阵法。但你若以为凭那些见不得光的小手段就能染指我神符宗的最高机密，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小手段？莫谷长老，你们内门的人是不是都有复读机的特质？
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台词。我来藏经阁，只是想看看你们这群人到底在研究什么破烂玩意儿，顺便借点灵气。让开吧，别逼我动手拆了这座塔。拆了这塔，狂妄无知！这藏经阁乃是开派祖师亲手布下的9天封诀大阵，塔身上足足镌刻了800万根防御线条。你以为老夫是枯木那种只懂蛮力的蠢货？老夫镇守藏经阁300年，对符文纠缠的理解早已登峰造极。今日老夫不仅要拦你，把你脑子里那些妖异方块的秘密一字一字的挖出来。众护法听令，起阵！天罗地网500万线空间锁。完成了！500万根空间封堵线，每一根都连接着地脉之气。苏慈，别白费力气了。这天罗地网阵，线条与线条之间没有丝毫缝隙，就算是元婴大圆满的修士被困住，也别想吸收到外界的一丝灵气，更别想挪动半步。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囚禁之法，把500万根铁丝拧在一起，造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壳子，然后告诉我这就叫牢笼。蘑菇，你的符道不仅缺乏逻辑，而且充满了暴发户般的粗鄙。只要能困住你，那就是无上大道。在老夫的500条空间锁的面前，你那些所谓的方块字连施展的空间都没有。现在立刻交出你的秘法，老夫或许还能在宗主面前保你一命，否则这牢笼就会不断说，直到把你切成无数块。没有施展的空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我华夏的汉字从不需要物理上的空间来承载，它承载的是凌驾于万物之上概念。今天我不仅要教你们写字，还要给你们普及一下华夏的典故，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什么才是正等的绝对囚禁。以天地为卷，以法则为牢，给我圈死他们！这是什么东西？老夫的元婴，老夫的灵力为什么停止运转了？动不了，根本走不出去。这个金色的圈子斩断了我们和外界空间的所有联系。救命！大长老救我！莫古古长老，你刚才说你的牢笼能歇顺我，既然你们的阵法这么坚固，那就留着给你们自己当棺材吧。散。莫古长老，你刚才说你的牢笼能顶碎我，修仙界的常理，我早就说过，你们那个所谓的常理，不过是堆砌垃圾的借口。画地为牢，画的不是地，而是规矩。我定下的规矩就是这方天地的法则。你们觉得牢笼必须是铜墙铁壁，那是因为你们的认知还停留在物理层面，而我的汉字直达大道本源。4个字，仅仅用了4个字，就镇压了元婴中期的莫古长老和36名护法，这还是人吗？以后谁再跟我说线条越多越厉害，我打死他！这方块字简直是降维打击啊！希望藏经阁里面的东西值得我浪费这些灵力。至于你们，就在这个圈子里好好反省了。什么时候你们弄懂了什么是极简之美，这圈子自然会解开。如果弄不懂，那就站在这里当雕像，给新来的弟子们做个反面教程吧。上面一行，下面一个类似倒扣的罩子，罩子还有4个点，这不是华夏古代极其模糊的甲骨文碎片吗？放肆无知小儿，竟敢擅闯藏经阁第9层，亵渎我宗门正宗残卷！把你的脏手拿开！那残卷上的9天神雷法则，处之必死！亵渎正宗残铺，老头，你在这黑咕隆咚的地方待了多久了？脑子呆生锈了吧？老夫天雷子，在这藏经阁第9层必死关，参悟这9天狂雷灭世残符已整整30年。30年来，老夫残符上的每一个转折都印在了灵魂深处。老夫已经推演出了这残卷的8成奥秘，只差最后2成，便能引动9霄神雷，突破元婴大圆满。你区一个金丹期的新晋弟子，懂什么叫上古大道，懂什么叫雷霆法则？30年，你在一张破纸上看了30年，就看出了个这？老头，我原本以为你们神符宗只是基础差。没想到你们的悟性也这么感人！狂妄庶子，竟敢侮辱老夫30年的心血！你可知这残卷上画的是什么？那上面的一横，代表着9天之上的苍穹壁垒；那倒扣的罩子，代表着天道降下的无上劫云；那4个点，代表着毁灭世间的4大混沌神雷。这是上古大能留下的毁灭法则，你懂个屁！苍穹壁垒，天道劫云，混沌神雷。天雷子，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不去写修仙小说真是屈才了。但我今天必须打破你30年的幻想。你口中这牛气冲天的9天狂雷灭世残符，根本不是什么毁灭法则，它只是一个字的上半部分。一个字的上半部分，一派胡言！这世上有什么字能承载如此恐怖的雷霆法则？你这庶子为了哗众取宠，简直连常识都不顾了。常识？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才是常识。这上面画的是华夏古汉字中的偏旁部首“雨”字头。
那一横不是苍穹壁垒，是天际；那个罩子不是结云，是云层下垂的形状；那4个点更不是什么混沌神雷，那是特么落下来的雨滴。哈哈哈哈！荒谬，简直荒谬绝伦！雨滴，你竟敢说这蕴含着无上毁灭之力的阵纹是区区雨滴？老夫钻研了30年的神雷真意，岂容你用这种凡俗之物来亵渎？既然你找死，老夫就让你亲自尝尝这残卷的威力。我说过了，这只是个半成品。你拿个雨字头就想召唤神雷，难怪你参悟了30年都没突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雨字头的下面应该加上什么。今天我让你看看，你苦求30年的神雷到底长什么样。上面为雨，代表天象变幻，云层翻滚；下面你缺少的是这4个笔画：竖、横折、横、竖。下面一个田字，云层之下，击打天地，声震百里，万物发生。此字名为雷。这是什么字？为什么它竟然能直接引动9天雷劫？雨、天、雷，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老夫30年的心血，30年的日夜推演，竟然比不上你随手补上的4笔。上古残卷的灵力，果然比那些废物化的垃圾要精纯得多。老头，你的30年，我替你收下了。吸！你毁了神符宗的根基，你把上古大能的法则变成了4个方块。怪物，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毁了你们的根基？不，我是在帮你们纠正错误。抱着半个残字当成神明拜了30年，你们这群人不仅蠢，而且蠢的没有药救。这曾经阁的经验包质量确实不错。今天我要把你们这里供奉的所有残卷全部补全，全部吸干。我要让这神符宗看看什么叫华夏文明的降维打击。神符宗的前辈们收集破烂的本事倒是一流，整9层楼，全是些残胳膊断腿的偏旁父母。不过量变引起质变，把这些零碎的灵墨全部提纯吸收，倒也勉强把我的灵墨池填满了。他居然活着出来了！藏经阁里面可是有太上长老天雷子坐镇啊！难道连天雷子长老也完了？我们神符宗完了！他身上的威压比进去之前强大了10倍不止，他一定是把藏经阁里的上古传承全部掠夺了！哦，看来内门的高级经验包还没有被我清空。这股灵力biến动虽然驳杂不堪，但总量倒是大得惊人。外门庶子胆敢欺我神符宗无人！我古玄闭关10年，本欲在下个月的帝国大比上一鸣惊人，没想到宗门内竟出了你这个离经叛道的狂徒，废我执法堂，辱我众长老，今日更是毁我藏经阁底蕴。苏慈，你当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是首席大弟子古玄师兄出关了，他竟然骑着传说中的裂天神鹰。古玄师兄可是千年难遇的拟形符道奇才，他画出来的符兽已经无限接近于真正的上古妖王。苏慈，你的死期到了！裂天神鹰，古玄，你闭关10年就画出了这么个四不像的玩具，翅膀的骨架比例完全失调，羽毛的排列逻辑狗屁不通，风象线条和金河线条强行揉捏在一起，导致这只鸟的重心根本不在胸腔，而在尾巴上。它现在能飞在天上，全靠你庞大的灵力在硬撑，这不叫你汉，
这叫强行拼图。住口！你这根本不懂符道的蝼蚁，竟敢对我的神作评言论足！我这头烈天神鹰，耗费了整整100万根线条，每一根羽毛都刻画了微型阵风阵纹。你懂什么叫匠心？你懂什么叫赋予死物以灵魂？匠心，灵魂。把100万根废线缠在一起，给它画个眼睛，你就以为它活了？真正的生命是有其内在的天道法则与生长逻辑。你这种违背了物理常识的拼凑怪，连垃圾都不如。好一个大言不惭的狂徒！既然你看不起我的烈天神鹰，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古玄闭关10年的终极底蕴。我倒要看看你那几笔简单的方块能不能挡住我这支吞噬天地的无敌大军！一扇大道，万物生灵，百兽伏阵，给我开！看到了吗，苏池？这才是我神符宗拟行符道的至高境界。这100头凶兽，每一头都耗费了我数百万根线条的心血。我赋予了他们血肉、骨骼，乃至杀戮的本能。100头金丹级凶兽，就等于100个不知疲倦、不惧死亡的高手。在绝对的数量与质量碾压下，你就算能写出再多古怪的方块，也只有被踩成肉泥的份儿。现在颤抖吧，绝望吧！这完全是一支由金丹修士组成的军队。苏子这次完了，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对抗100头不死不灭的符文凶兽？100头金丹级凶兽，听起来确实很唬人。但古玄，你似乎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垃圾，就算堆积成一座山，它依然是垃圾。你以为把线条画得足够多，外表画得足够狰狞，就能称之为兽了？没有天道法则的约束，没有物种生态的逻辑，你造出来的这些东西，空有庞大的灵力，却毫无内在的秩序可言。在绝对的概念面前，数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狂妄！给我撕碎它，片甲不留，百兽冲锋！杀！100只胡乱拼凑的怪推，也妄图称王称霸。今天，我就用华夏的成语法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第一字，撇，横折钩，点，直折折钩，横。五，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一扑即溃。装神弄鬼，一个字就想挡住我的百兽大军，痴心妄想，给我撵过去！撇捺横竖合点横撇捺是。怎么回事？我的神识连接被切断了，这不可能！这些符兽的核心阵眼明明都在我手里，强行把不同属性的垃圾拼凑在一起，也敢自称兽潮？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生态的秩序，一旦失去你那强加的控制力，他们连最本能的野兽都不如。撇竖撇捺撇捺中，乌合之众，概念剥夺，给我乱！内讧了！百兽大军竟然自己打起来了！不是内讧，是法则崩溃，是法则崩溃。苏死的那4个方块字，直接在逻辑层面上否定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我的魔狼，我的毒枭，住手！都给我住手！苏慈，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你没有用一根线条防御，为什么能破我的100万大阵？我说了，这是概念碾压。在华夏的成语词典里，乌合之众注定成不了气候，这就是规矩。
你那100头凶手拼凑的越复杂，内部的矛盾就越大，死的也就越快。100个金丹期的经验包，虽然被他们自己消耗掉了一部分，但剩下的足够我踏出那最后一步了。天地灵魄，听我号令，给我退！元婴契约，华夏的文字法则果然没有上限。现在，我写的字才算真正有了灵魂。元婴，你竟然借着我的力量突破了元婴！怪物，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怪物？我刚才教你的成语，学废了吗？你们这群自诩为天才的井底之蛙，总是喜欢把一堆没有逻辑的乱线包装成绝世神功。以后记住，没有文化就多读书，别再拿那种连幼儿园小朋友涂鸦都不如的东西出来丢人现眼了。内门这个池塘已经被我抽干了，接下来就该去帝国的福道大会上，给全天下的天骄们普及一下华夏的9年义务教育。希望那些所谓的帝国天骄能给我提供点更有质量的灵墨吧。大家快看啊！这个乡巴佬拿出了什么纸？他竟然用纸来画符！这都什么年代了？自从500年前福道大兴，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极品玉石和深海精金才能承载数十万根符文线条的恐怖灵压。用纸，别说承载灵力了，恐怕灵气刚一接触，那破纸就化成灰了吧？神符宗是真的没落了，连个像样的载体都买不起，还只派了1个人来参赛。这是来帝国大会上丢人现眼的吗？你就是那个神符宗派来的独苗苏迟。听说你在你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宗门里称王称霸，怎么到了皇都连块像样的正文版都买不起，只能捡世俗界的垃圾来充数了？血纹青铜，见光度确实不错，但在上面刻画阵纹，强行用金属的密度去约束灵力的暴走。楚狂是吧？这不叫符师，你这叫铁匠。铁匠？你敢侮辱皇家书院的正统符道，乃是皇家书院的炼器宗师耗时3年打造的极品灵器，上面镌刻了整整800万根重力阵纹。为了让它不至于被800万根线条的灵压撑爆，才选用了这极品血纹青铜。你懂什么叫底蕴吗？你那张破纸能承载几根线条？10根还是20根？必须要用最硬的金属才能兜住你们画的那团乱麻。这恰恰说明了你们的阵纹结构脆弱到了极点，毫无内在法则可言，就像一堆烂泥。必须用一个极其坚固的铁狗装起来，才不至于流得满地都是。真正的符道在于意，在于直指大道的内核。只要字写的够稳，就算是天地法则，一张薄薄的宣纸也一样能承载。我看你是承载失心疯。既然你如此大言不惭，敢不敢跟我在这第1轮豆腐崖中碰一碰？乡巴佬，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什么叫皇都的底蕴？什么叫不可逾越的鸿沟？玄黄附地印，给我炸！好恐怖的重力！楚国师兄一上来就用了全力，那个神符宗的废物要被压成肉饼了。你们以为厚重就必须用成吨的金属来堆砌？你们觉得压顶葱带里散发着轻薄就无法承载厚重之意？今天我给你们整个帝国的符师开眼，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让你们见识一下华夏文明中代表着皇权与节制重量的国之重器。这一字代表的是九州大地的契约，是不可僭越的绝对权威。是不可能，一张破纸怎么可能扛得住我的玄黄破地印？给我压碎它！金属再硬也不过是死物，而汉字承自文明的重量。鼎现。我的玄黄印！不，这不可能！纸怎么可能比精金还重？我说过，
你们都是一群只懂敲敲打的铁匠，拿着几块破石头就真以为自己掌握了天地法则。这纸虽然清净，但它承载的是华夏的大道真言。现在还有谁觉得纸不能画符的？如果有，麻烦站住，带着你们最硬的石头或者最贵的法器。朱考官，这中央金台的位置，我神符宗要了，你有意见吗？放肆！苏慈，你竟敢毁坏皇家书院的极品重器！你那诡异的妖术绝对不是正统符道。这中央金台，绝不是你这种邪魔哈道可以染指的。刚才的规则是你定的，比拼威压。楚狂的石头碎了，我的纸还完好无损。怎么，大钱的算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连书词都不会判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狂徒！既然你觉得1对1的斗压不过瘾，那本太子就成全你。主考官宣布第2轮规则更改，提前开启百宗大乱斗模式，除了苏瓷场排名前1000的天骄全部上中央金台，谁能将他击落金台，上极品灵脉一条封帝国侯爵。更改规则，1000人打1个，这哪里是大乱斗，这分明是公开的围剿啊！太子殿下这是彻底动了杀心了。那1000人可是36州的真正核心天骄，每一个都是金丹后期以上的怪物。苏慈，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皇都装这个大尾巴狼。1000人，我说你们这些修仙的，是不是脑子里的线条画太多，把智商都给缠死？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诸位道友，不要给他任何画那种诡异方块的机会。我刚才在神符宗内门打100个人的时候，就说过他们是乌合之众。现在你们数量翻了10倍，也不过是把一堆垃圾变成了一座垃圾山而已。既然他嚣张，我们就用大钱最强的绝杀之阵，让他连一束光都看不到。结阵，极夜灭绝符阵。极夜降临，万法皆灭。你的眼睛看不见宣纸，你的神识感知不到墨水，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在这绝对的黑暗与虚无中，你连个最简单的方块字都写不出来。他的妖法全靠写那些奇怪的符号，现在我们切断了他与外界所有的灵力联系，他那支破笔现在连烧火棍都不如。大家准备，在极夜大阵中用纯粹的灵压把他碾成一滩血水。就这点灵压，也敢称碾压？难道不是吗？你现在连自己的手在哪儿都看不见。你们是不是觉得切断了外界的灵气，我就成了废人？你们对文字的力量一无所知。华夏的汉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为了好看而存在的。怎么回事？阵法的吞噬之力为什么对他无效？那是什么光？它是先民在茹毛饮血的黑暗蛮荒中，为了传承文明，为了劈开愚昧而点燃的火种。真正的墨，不在砚台里，而在我的灵魂深处，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里。今天我不仅要破了你们的阵，还要让你们这1000个井底之蛙开眼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天地异象，什么叫做以诗入道，化尽万古沧桑。1000人围剿如何？在这无尽的黑暗与杀机之中，我自有一片苍茫天地。大漠无烟石。这是什么意境？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在这5个字面前渺小的像一粒沙子？我的阵法在崩溃！还没完呢！既然有极夜，那我就还你们一轮落日。长河落日圆。没了！我苦修120年的金丹全没了。他一个人吸干了我们大前36州的未来。他是怪物，是天道派来惩罚我们的魔鬼。1000个金丹，质量虽然驳杂了些，但胜在量大管饱。大前皇室，多谢款待。
铁行将军，不用留活口，把他吸走的帝国气运，用他的血给本宫洗回来。末将领命，今日必用此贼祭奠我大前国威。我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术击溃了那些温室里的花族，但在我皇家禁卫面前，任何取巧的花招都是徒劳。我们是剑符双修，我们的每一把剑上都刻画了3万道急速杀阵纹。交出你吸走的云力，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把3万道乱七八糟的线条刻在剑上，不仅破坏了剑刃本身的力学结构，还让灵力传输变得像下水道一样拥堵。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剑符双修。死到临头还敢点评我军中利器！全军听令，结阵，万箭绞杀修罗阵！杀！给本宫杀了他！在绝对的暴力军阵面前，我看你的方块字还能怎么写？暴力军阵，你们这群连剑心都没摸到的莽夫，也配在我面前谈暴力？看好了，这一字破你们千军万马！怪我，他根本不是人，1000个天骄挡不住他，3000禁卫军挡不住他，难道这天下真的没有人能制裁这个狂徒了吗？苏慈，你别得意的太早，皇家禁卫的尊严不容践踏。今日本将就算燃烧元婴，也要将你拖入地狱。众将士听令，血祭福建，以我等精血为引，召唤大前开国祖龙大阵。祖龙大阵，同归于尽。铁徒，你太看得起你们这群三脚猫了。你们的阵仗再大，在我眼里，也不过是给我这副千古绝唱增添一点下酒的背景板罢。刚才的斩字只是开胃菜。既然你们大前皇室如此好客，连最后的底牌都献出来，那我不回敬一份大礼，岂不是显得我华夏文明不知礼数？今天我让你们全帝国的人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一剑双寒14招。父皇，完了，全完了！3000皇家禁卫全军覆没，铁徒大将军战死。那个苏慈根本不是人，他只用了2句诗就把我们大前上千年的国运抽干了呀！父皇快出手镇压他呀！镇压？连祖龙大阵都被他一剑劈了，拿什么镇压？大前的符道根基已经断了。既然这江山注定要被这个妖孽颠覆，那干脆就拉着整个九州给他陪葬。苏慈，你以为赢定了吗？这世上还有比你更不讲理的东西！界外的神明啊！大前皇室第137代不孝子弟司马渊，今日以大前剩余的全部疆域为祭品，愿开启围渡之门，请无形天魔降世，替朕抹杀那个名叫苏慈的异端。大前的皇帝，你终于愿意打开这扇门了。为了一个土著献祭整个世界，你们人类的贪婪和嫉妒总是这么美味。杀了他，伟大的天魔！只要你们能抹杀他，大前的一切生灵任凭你们吞噬。陛下不可，这是引狼入室，会毁灭邪魔整个九州的。邪魔外道，休想染指我九州大地！众服侍听令，解万重金甲镇魔符。符文、线条，你们这个维度的生命总是喜欢画这些无聊的涂鸦。没了！老朽画了300年的阵纹，为什么会凭空消失？这违背了天道法则。天道法则，我们就是来抹除法则的。在抹杀法则面前，任何由线条构成的力量都不配存在。你就是那些被人失去了气息住你身上的力量，那么吸食你把和线条构成的符文，在我的抹杀法则面前，就都是可以被擦除的错别字。错别字？就凭你这团连五官都没长齐的黑炭，也配给我批改？既然你觉得我的字是线条，那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擦。我倒要看看你这块破橡皮擦不擦得掉我华夏的文明。你们大前的符是纸糊的，但我的字是铜胶铁铸的，一点一横，一竖一顿。垂死挣扎，结构再好也是线条，给我抹除！挡住了，苏慈大人的字挡住了天魔的抹除法则。看到了吗，土著？你的结构确实比那些垃圾强1万倍，但你只要你自后天演化出来的规则符号是压出来的线条，就没有我抹除不了的。你的防线崩溃了，受死吧！放弃抵抗了吗？明智的选择，成为我的养料吧！放弃抵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刚才说的对，确实是后天演化了出来的，非常刺激。你觉得楷书太文明？
可以被你的法则橡皮擦擦掉。很好，既然你这块橡皮擦喜欢擦线条，那今天我就把文明的外衣脱掉，我倒要看看你这只界外的老鼠能不能擦得掉华夏先民茹毛银屑时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不屈图腾。精血，真是可悲的低微生物！你以为把墨水换成自己的命，就能改变线条被抹除的命运吗？在绝对的虚无面前，你的血连一抹灰尘都算不上。天魔，你根本不了解人类，你们这些生于虚无的怪物，以为世界就是一张白纸，想怎么擦就怎么擦。但你错了，有些痕迹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刻在骨头里的。但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蛮荒时代，我的祖先为了活下去，用石头、用骨刀，在龟甲上刻下的是与天地抗争的图腾，这叫甲骨文。蛮荒瘴叶，先民钻木取火，以驱寒兽。这一字，代表的是华夏文明的破晓，是人类永不屈服的求生意志。甲骨真言，火！什么狗屁文明破晓？线条就是线条，给我擦除！这不可能！这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我的抹杀法则对它无效？为什么它能烧害我的虚无本体？我说了，这是刻在骨头里的文明图腾，你能擦掉写在纸上的字，但你能擦掉一个种族为了生存而流淌了5000年的热血吗？你能擦掉先民们面对洪水猛兽时那一声声不屈的怒吼吗？在历史的厚重与文明的重量面前，你那点所谓的虚线法则不过是个可笑的薄纱。烧起来了！那个奇怪的符号竟然烧穿了天魔的法则，这根本不是阵法，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却又让我感到无比亲切的伟大力量。宙斯大人的字连通了上古的先例。朕输了，大钱输了，阵文输给了方块，天魔输给了图腾，这天下哪还有朕的立足之地呀？土著，你彻底激怒我了！有金戈500的虚空，把你们连同这片天地一口吞掉！气急败坏，想掀桌子，想吞噬这方天地，那也得问问我华夏先祖答不答应。你以为甲骨关只有一个火吗？今天我让你看看，我华夏先民是如何在蛮荒中开天辟地的。三风并至，厚德载物，此为山；源远流长，润泽万物，此为水。不，这不可能，只是一些粗糙的华文，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镇压之力？有山有水有火，万物出生，文明已具雏形。接下来就该让创造这一切的主角登场了。天魔，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是谁屋顶青天，脚踏黄泉，百代之师，此字名为人。大道人道气运家。不，放开我！我乃高维主宰，你不能！在人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神明，更没有不可战胜的邪魔。给我捏碎他！擦除线条。现在告诉我，你们能擦除文明吗？大钱没了，朕的江山没了。苏池，你以为你赢了吗？朕得不到的天下，你也休想得到。这登天台之下埋藏着大钱36州的灵脉地核，朕现在就引爆它，让这数千万皇族子民，让这9州大地，统统给大钱陪葬。疯了，皇帝疯了，他要拉着我们所有人一起死。陪葬，司马渊，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以为你一个王朝的覆灭就能抹杀这片大地世上千万生灵的繁衍针吗？少在这里说风凉话！你买几斤米糠，马上就会爆再厉害，能挡住这天地倾覆的自然之力吗？一起死吧！自然之力确实可怕，但在华夏的文明史中，人类最擅长的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你引爆了地核，那我就把这片大地重新缝补起来。今天我让你看看。甲骨关不仅仅是战斗的图腾，更是文明的基石。先民在大地上繁衍生息，立木为柱，夯土为墙。下面一横代表着孕育万物的厚重大地，上面一个十字代表着破土而出的生命与万物。此字为土。不可能，这违背了灵力守恒的常理。你到底是在写字，还是在创造世界？司马渊，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一个兽王朝的命令加于整个文明的重量之上。你以为你是这片天地的一粒尘埃？不。你既然比古这么在乎你的历史，那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重量？手握检测秉笔直书，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流血泪。这就是华夏文明的脊梁，这就是这是什么东西？不要过来！朕是大前的天子，朕就是历史。天子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连神明都要低头，你算什么东西？给我朕！啊！好重啊！朕不是尘埃，朕是大前的主宰。不，朕承受不住了。文明的重量，不是谁都能扛得起的。既然把旧的房子拆了，总得打个新地基。甲骨文的图腾之力已经唤醒，这漫天的无主法则，正好用来重塑这方天地的底层逻辑。给我去！天地反哺，文明重塑，给我去！警告：低维世界9州出现异常逻辑变量，该变量使用的是一种未被记录的象形概念法则，已导致本维度的常规防御机制崩溃，文明重量超载，维度容量已达极限，开始执行最终清理程序，世界重启。我们的世界要被彻底销毁了吗？世界重启，清理程序。看来这9州大陆的背后还藏着更高级的程序员啊！你们觉得这个世界的代码乱了，容量超载，就想一键格数化？想重启这个世界可以，但这个世界的新法则得由我来写。单字的力量你们见识过了，诗词的意境你们也领教了，峡谷的图腾依然没能让你们闭嘴。那接下来，我让你们这些所谓的高维生命好好看清楚，什么才是全宇宙通用的终极大道，什么才是华夏哲学的巅峰。一横，竖弯钩。大哥哥说这个字读水。哇，出水了！真的出水了！我没有用大人们那种画了几万条线的石头，我只画了4笔就变出水了。4笔，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凡俗孩童，仅仅在地上划了4笔，就能引动天地水泽之力。没有阵眼，没有灵石做载体，没有数十万根红轮线条的堆砌，难道这才是天地间最本源的沟通方式吗？我们神仆宗800年，大千帝国3000年，全走错了呀！小家伙，水字写的不错，不过竖弯钩的转折处力道稍微欠缺了一点果决。水利万物而不争，但水滴石穿，亦有无坚不摧之意。大哥哥，你就是刚才在天上打败怪物的神仙吗？你能教我写更多的字吗？我想写一个能让爷爷病好起来的字。我不是神仙，我只是一个教书的先生。想学写字？好啊，今天我不教你杀人的剑，我教你一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字。左边是一个提手旁，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持，代表着行动与救赎。右边上面上一横一撇，下面是一个十字，这叫十和素寸的组合与分寸，也意味着度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此字名为救。文字不仅仅是用来借用天地力量的工具，它更是承载着人类最美好情感与道德的容器。懂得敬畏生命，懂得互相救赎，你们写出的字才会有真正的神魂。先生大恩，先生知错了。我等昔日只知追求线条的数量，追求杀戮的威力，却忘了福道亦是人道。没有人心，何来大道？既然你们愿意学，那这方天地的文明就从认字开始吧。今日我苏慈立华夏文字为9州大道之基，我不留高深的功法秘籍，我不赐毁天灭地的法宝神兵，我只留给你们3000个最基础的华夏汉字，以及它们背后蕴含的道理。大道字海，宁道3000汉字，原来这就是宇宙的终极奥秘。只要认识这些字，只要领悟这些字背后的意境，人人皆可沟通天地，人人皆可踏入大道。先生此举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大哥哥，先生，你要去哪里？你不要清风了吗？我要去哪里？9州的黑板我已经写满了。这宇宙浩瀚无垠，维度之上还有维度。我华夏的5000年文明，唐诗宋词，诸子百家，总不能只在这么一个小池塘里显摆吧？我要去更高的维度，去看看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神明，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没文化，真可怕。记住了，孩子们，字要端正的写，人不要迷信绝对的力量，也不要迷信不可打破的规则，因为华夏大道永镇9州。